Hello，歡迎收睇澳洲護士 Luca 嘅 channel。呢條片係想講關於喺澳洲讀 nursing， 關於澳洲留學嘅一啲常見問題。咁我個人呢，就係喺 Tasmania 而家做緊註冊護士啦。我係由2017年開始讀 diploma， 然之後2022年讀 Bachelor of Nursing。咁喺2022年底呢就畢業。而如果你有打算嚟澳洲讀 nursing， 咁喺 diploma 同埋 Bachelor 之間應該係點樣揀呢？如果你又想了解呢個上堂同埋考試模式係點，或者學費係幾多，冇錢係咪就真係唔可以讀書？咁呢條片呢都會盡量解答關於留學嘅重點問題，所以一定要睇到最後。好，第一個問題 TAFE 定係 University？TAFE 係讀 diploma， 即係可以獲得呢個 EN 資格。TAFE 係讀18個月至到2年，咁然之後就會攞到呢個文憑，成為登記護士，即係 enrolled nurse。咁個課程係實用性為主啦，相對比較多 clinical skill 教學。可以舉個例啦，點樣做啲 wound dressing 啊，點樣插 nasogastric tube， 點樣插 IDC， 小至到點樣去 take blood glucose， 呢啲都會教。咁而大學課程咧係為期3年 ，fast track 嘅話係2年。畢業之後就可以成為註冊護士 registered nurse。咁個課程就會比較多偏向批判性思考啦、決策同埋了解背後嘅原因，即係所謂嘅 clinical reasoning 啦。咁有好多 clinical skill 都係從 placement 裏邊學嘅。上堂嘅 clinical skill 我覺得就冇讀 EN 嗰時咁多。可能好多人咧讀 Bachelor 嘅時候都係已經有一定嘅護理底子，或者係有啲人本身就係 EN 再想讀上去，就會讀埋呢個 Bachelor of Nursing。咁至於實習方面呢，我個人經驗係讀 Diploma 嗰時會去 Aged Care 啦，或者10ACUT 嘅醫院。最 acute 嘅話咧都唔係好 acute， 其實最 acute 嘅地方就係去到 Pain Ward 啦。咁好多人都係做 appointment 入嚟去做一啲 pain medication 嘅 infusion 啦，所以我就覺得唔係真係咁多變化㗎，即係唔會有好多病人嘅 deteriorate 啦，唔會學到非常之全面嘅嘢。咁同埋我讀 EN 嗰陣時咧，即係讀 diploma 嗰陣時咧，我間學校仲揾唔到 placement 俾學生喎，結果延遲畢業咗好耐。本身係18個月嘅，好似超過咗2年。咁相反，我喺 UTAS 嘅實習經驗咧，全部都非常之正面啦，冇 delay 嘅情況，仲有去過好多唔同嘅地方，例如 Aged Care 啦、Medical Ward、ICU 等等。學校亦都好歡迎啲學生去因應自己嘅喜好而提出一啲 request。例如我想去 ED， 想睇下呢個急症室，我都可以提出 request， 咁學校就盡量幫我哋安排。另外財政能力咧都係考慮嘅因素嚟嘅。Diploma 嘅學費係3萬蚊左右啦，大學學費3年，如果冇獎學金嘅情況之下咧，係需要10萬至11萬澳幣左右嘅。咁international student 嘅學費真係好貴嘅。如果財政能力唔許可咧，可以揀讀咗 Diploma 先。咁但係要注意翻啦，如果日後又想以呢個職業做技術移民嘅話咧，就唔係每個州嘅職業移民清單上面都包括咗登記護士。依家有啲州係會擔保登記護士申請成為 PR。但係移民政策經常會有變嘅，反觀註冊護士就10拿9穩可以行189或者190呢啲途徑啦。另外一個考慮因素就係英文程度啦。Diploma 嘅入學要求雖然好多都係 IELTS 7分，但係有啲會比較寬容嘅，例如接受6個月內2次唔同嘅考試，達到4個7就可以啦。咁如果真係冇 IELTS 4個7點算呢？好多大學其實都有開設呢個入學前嘅英語課程嘅，大學會因應翻你本身個英語程度，決定你要讀幾多個星期嘅英文班，學費大概係2-3千澳幣左右，咁亦都相等於你要提早喺學校附近 settle down 或者入住學校嘅宿舍，咁呢度又係另外一筆嘅費用。至於英文要到咩程度先足以應付 nursing 呢？我個人認為至少工作上要聽得明對方講咩啦，自己亦可以正確咁表達到個意思。Communication 喺 nursing 嚟講係非常重要嘅，冇1分鐘係唔需要溝通啦，無論係對病人、對同事、醫生，仲有經常打電話，咁所以都需要喺讀嘅過程慢慢再進步自己，令到自己係聽得明同埋表達得到自己意思啦。文科生冇任何護理經驗，可唔可以讀 nursing？ 可以嘅。咁我自己就係中學嗰時讀文商科啦，而喺澳洲大學 Bachelor of Nursing 係冇要求入學嘅人有讀過 biology 或者理科，只係有要求等同 Year 12嘅學歷同埋英文水平要達到 IELTS 4個7咁就可以噶啦。嗱，咁無可否認嘅係一開始真係會比較吃力嘅，需要比其他人花更多時間去學呢個人體結構啦，記 terminology。正如我自己啱啱開始讀嗰時係咩都唔識啦，建議文科生可以去記下一啲比較常見嘅 terms， 咁就可以快啲上手。點解當初我會揀 Tasmania 呢？咁其實當初因為 Diploma 嘅課程呢個 placement 一直延遲，咁我就遲遲都唔可以 accept 呢個 UTAS 嘅 offer。到我完成到最後一個 EN 嘅實習嗰時
時呢 UTAS 其實已經額滿，於是我差啲去咗 Darwin 咯。Darwin 就係北領地嗰邊，咁其實都好彩，最後尾爭啲去咗 Darwin， 但係臨尾我又有一個機會可以翻嚟 UTAS， 咁我就轉翻嚟。咁 Tasmania 其實係我個首選咯，偏遠地區可以加5分嘅移民分啦，再嚟州擔保就可以再加多5分。另外一方面呢，嚟 Tasmania 之前我係住喺 Melbourne 嘅，地理上面算係非常近啦，可以連同我架車一齊上船，所以嗰時我係將所有搬得上車嘅家私全部塞喺車裏邊，我啲行李啊塞得就塞，咁然之後咧就連人帶車一齊搬 Melbourne 搬到嚟 Tasmania。第三個原因呢，就係因為呢度環境同埋氣候啦，我都非常中意 Tasmania 個環境優美啦，寧靜係人都知噶啦，咁就非常之適合讀書，因為冇各種大城市嗰種誘惑啦，生活咧就過得比較簡單啲。咁而氣溫方面呢，冇錯，冬天嗰時會好凍嘅，清晨時分呢都會去到0度或者幾度左右啦，但係咧喺 Tasmania 有機會見到極光，而且咧呢邊嘅春夏天嘅溫度係都非常舒適嘅，比起 Darwin 嘅30幾度，我就寧願住喺呢邊啦。年紀大仲讀唔讀得書呢？咁喺澳洲讀書嘅年齡層呢，其實都真係好廣嘅，咩年齡都有，後生至20歲左右啦，30幾歲又有，咁亦都有非常多嘅人係年紀比較大再嚟進修嘅，有啲本身係 EN 再嚟進修啦，咁有啲人咧係因為後生嗰時照顧屋企比較多啦，有仔有女，咁等啲仔女大個咗，自己比較有空閒去讀書，所以其實年齡咧就唔會係一個 concern 嚟嘅。而申請簽證嗰時係需要寫一份 GTE 嘅嘢啦，講翻你嚟澳洲讀書嘅目的同埋動機，咁只要寫得比較真誠咧，表達翻個人對學習某科目嘅熱誠，咁成功攞到呢個留學簽證其實就冇乜問題嘅。伴侶係咪可以一齊嚟澳洲？答案係可以嘅，申請人係必須同個 partner 係有夫妻關係啦，又或者1年以上交往同居嘅關係證明。同性伴侶係咪都可以申請 dependent visa 呢？可以嘅，個做法都係一樣啦，需要有1年以上嘅交往同居關係證明。至於返學功課同埋考試模式係點呢？ TAFE 係比較少班教學嘅，20多個學生就組成一班。我嗰時嘅同學90%都嚟自印度同尼泊爾呢2個地方。咁而大學咧就主要係 local 嘅同學啦，加上部分嘅 international students。以前讀 TAFE 嗰陣時係 face to face 上堂嘅，咁當中就包括咗喺課室講啲比較 theory 嘅嘢，另外都會去 lab 嗰度同啲假人做練習，做啲 practical clinical skill 嘅練習。而我嚟到讀大學嗰時咧，本身好多 face to face 嘅堂都變咗 online 堂，咁例如 lecture 係錄好咗嘅教學啦，自己就上網睇咯。跟住去到 Year 2嘅時候咧 UTAS 就改埋課程，由原本1年2個 semester 改成1年3個嘅 trimester。咁放假嘅日子係短咗嘅，但係每個 trimester 咧只係讀2至3個 unit， 咁就比較冇咁長咯。返學嘅日子就唔算多嘅，只要係喺 intensive week 嘅時候咧返2至3日，其他嘅日子都係主要自己上網學習同埋做功課。咁個人認為咧喺澳洲讀書自學成分係比較多，好需要靠自律去維持進度啦。咁我個人都係偏向中意 intensive weeks 呢個返學模式嘅，而且返學嘅日子同埋時間可以自己揀，會比較 flexible 啲去安排翻自己嘅返工同埋讀書時間。實習時數 Bachelor 至少就要完成800個鐘啦，而 Diploma 只係需要完成400個鐘。咁以 UTAS 嘅課程為例 Year 1就會有80個鐘，即係為期2個星期嘅實習。咁 Year 2咧就會有2個實習嘅，分別都係120個鐘，即係3星期。咁到咗 Year 3嘅時候咧，就會有2個實習，為期就更加長啦。分別係240個小時啦，同埋280個小時，即係分別6個禮拜同埋7個禮拜。至於每個 unit 嘅評分模式係點呢？主要就係會寫論文啦，即係 essay。咁另外會有啲小 quiz 嘅，同埋會有一啲 presentation 嘅模式，主要都係喺網上嘅 presentation 啦，又或者係預先自己錄製一啲 video 去 present 自己要講嘅嘢。另外仲會有OSCE 啦 practical exam 嚟嘅。學費幾多錢？咁我頭先其實都略講咗噶啦，用 Tasmania 呢度嚟做例子啦。咁 Tasmania 呢度有間叫 TAFE， 我睇翻佢最新嚟緊嘅課程呢，就係21,853蚊。咁至於 Bachelor of Nursing 喺 UTAS 嚟講咧，係要15,707蚊。咁仲未包括啲 credit card 嘅嘢啦。咁當然可以申請獎學金啦，每1年都會有唔同嘅獎學金
睇下你自己符唔符合呢個資格去申請。咁另外仲有啲咩雜費呢？就係你個人嘅 visa 嘅錢啦，學生保險就係 compulsory 一定要買啦，即係 OSHC 啦。另外讀護士呢都仲有好多雜費嘅，例如要買書啦、買 textbook、買 uniform， 仲要打疫苗。咁每次去 GP 度呢都要俾錢，因為有份 immunization form 要俾佢簽嘅，有時唔係一次過搞得掂呢，每去多一次呢都要俾多次錢。好，咁講翻 textbook 嗰度先 ，textbook 未必要全部買，咁留意翻學校個 online 個圖書館有冇提供翻 textbook， 如果有就唔使買。咁就算要買都可以喺 Facebook 上面買二手書嘅。而睇 GP 方面呢，就可以向翻自己間保險公司 claim 翻部分嘅錢。生活費，咁講到生活費呢邊呢，衣食住行幾多錢，其實真係一個大 topic 嚟。講真，每個人嘅情況都唔同。如果要話節衣縮食，可以好少開支。咁經常出街食定係自己住，搭交通工具定係揸車，住 share house 定係整租，呢啲種種因素都要計算在內。咁呢條影片呢，就唔會着重講衣食住行方面嘅支出，但係我就想講下點樣喺讀書嘅期間維持收入，令你嘅財政上係可以完成到學業，同時又能夠維持日常所需。除非你屋企好有米啦，咁如果唔係嘅話，我都非常建議半工讀嘅。咁由於做學生其實個工作時間係有限啊，所以要揾啲時薪高嘅行業嚟做，又或者係揾護理相關嘅行業啦，對將來會有幫助。咁拎住學生簽證用 TFN 打工嘅時數係有限制嘅。2023年7月1號開始咧，學生簽嘅工作時數限制係每2個星期48個鐘，咁相等於每個星期可以工作3日。而讀碩士或者博士學位嘅學生咧，就冇工作時數嘅上限啦。所以咧，係有呢個 limit 嘅情況之下，真係要揾啲時薪高嘅工。如果唔係，其實你翻同等嘅時數都係賺得唔夠嘅。咁另外喺假期期間咧，就冇上限時數，可以喺放假嗰時就翻多啲工，賺多啲錢。咁我自己覺得 AIN 呢份工作咧，大家都可以試下啦。如果你係讀呢個護理系嘅 AIN 呢份工咧，持有 Cert 3或者係 Bachelor of Nursing Year 2嘅學生都可以去考慮。時薪就介乎於30蚊至36蚊個鐘，咁視乎翻 qualification 啦。有 nursing 底子嘅就會時薪高啲。另外一個途徑可以令你賺多啲錢嘅咧，就係用 ABN 途徑去賺錢。作為一個個體戶，舉例啦，健身教練 personal trainer 係一個個體戶嚟嘅，以個人名義嚟開設 ABN， 即係 Australian Business Number， 自己有自己個客戶，指定收幾多錢啦。咁喺澳洲嘅 personal trainer hourly rate 大概55至65左右啦。personal trainer 只係個例子，係需要有呢方面嘅資格先可以做。每個人都會有唔同嘅專長，就利用翻自己個專長去變成一個小生意，我都係幾推薦咁樣做嘅。至於我自己冇乜專長，但係我就唔怕勞動咯，所以我曾經就去開呢個 ABN 去做家居清潔、辦公室清潔，仲有 Airbnb 清潔。詳情可以去翻我之前拍嘅呢條片睇翻。咁仲有好多人都會考慮做 Uber 或者 Uber Eats， 雖然都係叫做 ABN 收入，但係工作時數呢一點係其實比較有爭議性嘅。有啲人就會話你一 online 咧，就算係計緊呢個工作時間㗎啦。咁其實如果係咁計嘅話，就好容易超過每2個禮拜48個鐘呢個上限，而且只係 online 48個鐘就真係賺得唔多嘅。所以個人就唔係好推薦去做 Uber Eats 或者做 Uber 啦，因為做呢個工作對護理係就冇乜直接嘅幫助，除非係 Sandbreak 啦。Sandbreak 嚟講冇工作時限嘅期間，喺正職以外去賺多少少錢呢，咁咪去做咯。咁但係都記得，無論係 TFN 定係 ABN 嘅收入都一定要報稅同埋申請退稅，甚至係冇工作嘅人都要去 declare 翻，呢個係法例嚟嘅。如果覺得 ABN 報稅好複雜呢，就去揾 agent 幫手，都唔會好貴嘅啫。咁最後啦，都要因應翻你自己個人嚟澳洲讀書嘅原因係咩啦。如果唔係逼不得已，你係有得揀嘅話，真係要好好諗清楚呢條路係咪啱你，因為個花費其實真係好大㗎，亦會耗掉咗你人生裏邊嘅幾年青春。所以如果你係對某個科目完全冇興趣嘅話，我就唔會建議為咗移民而盲目讀一個科目。今日條片就係咁多啦。如果覺得條片都幫到你，或者你身邊有朋友有興趣過嚟澳洲留學嘅話，都不妨 share 俾佢睇啦。下次再見，拜拜。